姐妹平安，今天很高興我們要再一次來分享末日進程裡面末日戰爭的末期。那上一次的課程我們有分享到，當神降臨在橄欖山迎戰列國的時候，神從他的口中發出利劍來擊殺列國，神也用暴風雨、用冰雹、用硫磺火、用瘟疫來攻擊圍困聖城的萬民。神使他們的武器彈藥失靈，神使列王自相殘殺，甚至於讓他們產生了幻覺，然後殘害自己，啃自己的肉，喝自己的血。神要擊殺列國，神要來顯明他的威嚴榮耀，神可以自己獨自一人來完成這所有的目的，就好像以賽亞63章3節所說的，我獨自踹酒醡，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。也就是說，上帝他可以自己踹下列國來，他不需要任何一個人來幫助他。但是神說，他要在這個世人眼前來尊榮以色列，神要讓世人知道，降臨的彌賽亞就是以色列的聖者。神要讓世人將神跟以色列連結在一起。雖然這個時候的以色列，他已經像螻蟻一樣苟延殘喘，他已經瀕臨亡國，他們已經沒有活下去的勇氣了。但是呢，神說他要抬舉以色列，他要讓以色列高舉在他的地以上。所以我們來看，神是怎麼樣讓將亡的以色列起死回生呢？神是怎麼樣來鼓勵以色列的呢？撒迦利亞說，當那日，耶和華他們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，拯救他們，因為他們必像冠冕上的寶石，高舉在他的地以上。他的地以上也可以翻譯成在他的地上發光輝。神說，他要讓他的百姓像冠冕上的寶石一樣，那麼耀眼，那麼尊貴，讓別人一看就看見了。神要抬舉以色列，神要讓以色列在自己的地上有尊榮，而不是任由列邦來宰割的賤民。神要恢復以色列的士氣，神要他們奪回失去的戰鬥力。所以上帝沒有要他自己一個人來完成所有擊敗列國的任務，因為這些事情對於神來講太簡單了。但是神要將尊榮給以色列，神要在全地當中抬舉以色列，神要在以色列的地上讓以色列自己來爭取。所以神借着撒迦利亞來預言道，這些以色列百姓，他們必如勇士在陣上，將仇敵踐踏在街上的泥土中，他們必征戰，因為耶和華與他們同在，騎馬的也必羞愧。9章15節說，他們必吞滅仇敵，踐踏彈石，他們必喝血吶喊，猶如飲酒，他們必像盛滿血的碗，又像壇的四角滿了血。哇，這個地方是形容以色列他們是怎麼樣來征戰的，神是怎麼樣借着他們來踐踏仇敵的。神說，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與以色列同在，必要保護他們。那以色列他們會怎麼做呢？他們要像戰場上吶喊的勇士一樣，他們要像喝醉的人一樣，他們要讓敵人的血像被宰殺的犧牲的血流出來，並且永留在祭壇的四角一樣。以色列人要在戰場上踐踏仇敵，把他們踩在街上的泥土裡面。這個時候呢，所有的敵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都是抬不起頭來的。以色列人要敗壞敵人的一切彈藥、一切武器，要將所有的敵人消滅。所以神行了很多的神蹟奇事的同時，神要讓以色列人自己起來攻擊敵人，神要讓他們的力量恢復起來，要讓他們的心好像癲狂一樣，滿了那個士氣。然後呢，神還說，在那一日，
耶和華必保護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們中間軟弱的必如大衛，大衛的家必如神，如行在他們面前之耶和華的使者。哇，這是一個多麼榮耀的改變呢！撒迦利亞14章形容列王聚集攻擊聖城的時候，那個時候的聖城已經慘到什麼樣情況了呢？是已經慘到財物被搶掠，城壁被攻取，房屋被搶奪，婦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擄。這個是以色列即將亡國。上次我們又講到說，當列國他們能夠聚集在米吉多一起來攻擊聖城，代表整個以色列都已經失去國防力了，已經失去戰鬥力了。他們僅剩下最後的耶路撒冷還在做頑強的抵抗。而此時的耶路撒冷，撒迦利亞說，財物要被奪去，城要被攻取，房屋要被奪走，婦女要被玷污，城中一半的人要被奪去。哇，整個以色列已經是瀕臨亡國了，已經沒救了。但是神竟然說，他們中間軟弱的必如大衛，大衛的家必如神，如行在他們面前之耶和華的使者。也就是說，那些不會打仗的，不會開弓的，不敢殺敵的，軟弱無能的，失去志氣的，失去盼望的，就覺得說死了算了，這個國家沒救了，完全沒有能力的人，這個時候神說，他要幫助這樣子的人，把他們扶植的，就像大衛宰殺歌利亞時候那樣子的大有能力。他們軟弱，不敢面對敵人，但是神要讓他們就像大衛一樣，是一個有戰鬥力的勇士。那原本就是孔武有力，在戰場上就能夠縱橫殺敵的這些人呢，神說，這樣子的人，他們要像在神面前的使者一樣，擁有神力。他們不單單是有原來的孔武有力的底氣、膽量、肌肉，現在神要讓他們有如在神面前的使者一樣，無堅不摧。所有面對的敵人，沒有一個站立得住，因為他們是擁有神力的神的使者。那這樣子一個脫胎換骨的改變，就像以賽亞書這邊所說的，神說，你這從雅各和你們以色列人不要害怕，耶和華說，我必幫助你，你的救贖主就是以色列的聖者。看哪，我已使你成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，你要把山嶺打得粉碎，使岡陵如同糠秕。這邊神已經應許說，當以色列人軟弱的就像蟲一樣，一踩就扁，一捏就死，完全無招架之力的時候，神說不要害怕，看哪，我已使你成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。這像什麼呢？就像我們在收割大片的莊稼的時候，我們會用很大的收割機去收割它。所以當這個收割機開過這個禾場的時候，這個機器齒輪一轉動，就像大鋼牙一樣，就吞下了所有的莊稼。神說，以色列就要像打糧食的這樣子的機器一樣的鋒利，他要把敵人就像莊稼從地裡面一樣，把它挖出來，切割，打下穗子。神要這樣子使以色列人成為一個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，去碾壓他的敵人，要吞吃他的敵人，即便他原先就像一隻蟲一樣，一捏就死，一踩就扁。為什麼他們有這樣子的神力？因為神已經定義了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們中間軟弱的必如大衛，大衛的家必如神，如行在他們面前之耶和華的使者。神定義要尊榮以色列，
他們必像冠冕上的寶石，高舉在他的地椅上。這就是上帝的定義。其實為什麼今天我們要講述神在末後戰爭的後期，神要抬舉以色列人？那記得我們在前面的這個末日進程最早期的時候，我們曾經分享過，神在外邦人時期，他要我們這些外邦人去鼓勵以色列百姓，讓他們看見盼望，以至於在他們受艱難的時候，能夠一直的堅持下去，不失去盼望，只等到彌賽亞降臨。